孙中山不在国内，革命的火焰依旧没有熄灭，国内新旧反清势力策动大明顺天国起义，奠下了反清思想的基础。1907年的丁未安庆起义，安徽巡抚恩铭满汉合作的成功典范，将军警学校校长交给徐锡麟，掌握军权的徐锡麟就在安徽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把恩铭击毙，宣布起义，战斗了4个小时，最后徐锡麟被逮捕。审判的时候慷慨激昂，我本革命党大首领专为排满而来，满人虐我汉族将近300年言，尔等言恩铭是好官，待我甚厚，诚然。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问满人做官好坏。我杀恩铭呢，乃是排满公理这是一场标准的兵变。兵变从这一役之后就成为革命的常态。更重要，新军第一次用成建制叛变，从此之后，长江流域的新军取代了会党，而起点就是安庆起义。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我们的历史讲堂司徒思明系列哦。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讲革命党的故事真的是千回百转，非常的多之前呢，我们几乎聚焦在孙中山这个脉络上面，但是上次我们谈到，事实上在孙中山的革命之外呢，依然有其他革命的故事正在发生而这一些都构成了后来的革命成功的社会的基底今天呢，我们要续着来讲2场影响很重大的一个革命事件一场他连发起都没有发起，另一场呢，他则是震撼了当时清廷让我们看到了革命另外一个新的路线然而这个成功事实上也种下了后面呢革命党内部分裂的一个因子虽然总体来讲他也是失败的，但是确实是打响了一声而且竟然连巡抚都被刺杀了有史以来刺杀最高等级的清廷官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讲一讲关于呢在同盟会之外的一个革命的故事好，那讲到关于历史呢，我们来欢迎谁呢？我们来欢迎王立奔老师，学长好。学弟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是，像我们今天要来讲2场不一样的革命没有孙中山的革命还能叫革命是可以的革命不一定要靠孙中山这2场革命呢，这很有意思了一个呢是大明顺天国爆发在1903，另外一个是1907年的丁未安庆起义这2场革命似乎有很多不一样的影响但是首先我们要先来看一下，在孙中山流亡海外之后，革命似乎有开枝散叶的状况，可是好像有很多股势力有哪些势力呢，让没有孙中山参与的革命呢，依然它会继续1901年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对，那就随之而来一个问题，他过去在兴中会时代在国内所建立的革命势力，或者是当时整个愿意响应革命的各种不同派系各路的人马，是不是因为孙中山的流亡海外就到此溃散呢？其实完全没有。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革命当时不是孙中山一个人想这样做而已，当时是国内许多人的一种共识，就必须要透过武装革命的方法把这个不良政府加以颠覆，中国才有真正达到现代化的一个可能性嘛。那我们就要问，在1902年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前的这个空档，有没有重大的革命活动出现呢？答案是有的在历史上被称作了大明顺天国起义，对不对？各位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宫庙的感觉，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革命活动我们就光从它的国号我们来分析就知道，大明对反清复明标准的会党主张，对不对这个很清楚。顺天国的意思就是顺天应时的意思各位天国一定想到另外一场大规模的反清运动，是不是太平天国？这也是几乎要把满清推翻的，而且是发源于两广一带，对不对？大明顺天国就可以听得出来，这是一次过去一直以来在国内所延续的各派反清势力，当然也有过去兴中会的一些人士也加入，你也可以说是新旧势力在国内的一次结合所要策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反满的行动我们可以这样讲。大明顺天国主要的重要的人物大概就以下这几个人，我们看这几个人我们就知道这实在是一个新旧参半，各种不同形形色色的人都在里面。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人，其实前面我们在讲兴中会的时候这个人也出现过，叫谢转泰，他是一个澳大利亚富商的子弟，他本身是受过相当好的西方的教育，但很重要一点，他还是一个航空工程师，是一个机械天才各位，中国第一艘氢气飞船就是他设计。另外据说他还
喜欢绘制地图、做地球仪，还自己设计摩托车啦、快艇等等哈。各位听起来这些嗜好就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嘛，对不对哈？一定是他家里要有点钱才玩得起的哈。那谢转泰他的父亲叫谢日昌，据说就参加过太平天国啊。到了后来，谢日昌也是洪门洪顺堂很重要的一个乡主，或者说一个长老哈。所以据说他们家当年就是因为参加太平天国失败啊，后来整个家族都往南洋逃，一路逃到澳大利亚的雪梨。那谢转泰是完全在澳大利亚出生接受教育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说他是逃到南洋后的华侨土生土长的二代，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后来谢转泰他就到香港的中央书院读书哈，读完书后又在香港政府的公务局里面又担任了10年的公务员，又担任过洋行的买办经理。不过后来他在许多香港的革命党人的介绍之下，加入过辅仁文社，后来又加入到兴中会。据说他是出钱出力啦，等到2次的兴中会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党人要不就被捕杀，要不就逃到海外去哈。那谢转泰是继续留在香港，偶尔会跑到内地去。我认为他能够留在香港的原因跟他是澳大利亚公民有关系。一般的记载是说，他大概在1901年的5、6月左右，他就与另外一位在广东这一带活动，也是前太平天国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据说这个人还一度在太平天国晚期被封为王哈，英王洪全福。年龄来算，这时候他大概60多岁了哈。太平天国最后覆灭的时间距离这个时候大概40年，所以太平天国覆灭的时候他还很年轻，大概20几岁而已哈。广东花县人，所以他确实跟洪秀全是同乡。据他自己讲，洪秀全是他的叔叔，我认为可能是同宗。对，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另外一位香港富商李济棠。其实李济棠这个人早年的时候他就加入过兴中会哈，据说当年兴中会成立的时候，他就捐了不少钱。他的一个很好的麻吉就是陈少白，据说就在陈少白的引荐之下，他在1895之后就加入了兴中会哈。另外他跟谢转泰也差不多在这之后就认识了哈，他捐了不少钱哦，各位。李济棠在广州起义的时候，这是有记载的哦，他捐了50万银元给兴中会，超有钱。各位还记得兴中会入会要多少钱？5块钱银元，他一人捐了1万份，对，你就可以知道他革命那种热心，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实在是非常的慷慨，对不对？资助革命，所以2次的起义其实李济棠都有所贡献了，我们可以这样讲。这3个人大概一般的看法是，他们在1901年的夏天左右，当第2次惠州起义失败之后，他们就开始在规划下一次的起义。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孙中山亡命海外了嘛，之前的像陆浩东啦，另外就是郑世良、安田良正等等这些革命党大部分也都死掉了，所以国内就没有什么领袖。那这3个人等于就是继承了国内的革命的领导权啊。所以有些书上认为说这场革命跟孙中山无关，我个人是不完全赞同这个说法，他们跟兴中会都有关系嘛。只是说孙中山人不在国内的时候，就是由这些人扛起了领导的责任啊。但1901年的8月14号的时候，他们就在香港商讨准备要起义。他们将革命的总部设在香港中环德己利街，这条街今天还在哦，而且是在市中心哦。简单说还是一样，先联络当时在广东，尤其广州一带的会党啊，有2个人最重要，一个叫做梁木光，另外一个叫李直升哈，由他们来联络广东各地的一些会党人士啊。他们在广州市里面也设了一个前进指挥总部哈，当时在广州市的万寿宫。听这个名字就很宫庙嘛，对不对哈？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基地，而且开始购买火药、购买军火。他们的计划是这样啊，如果一旦成功之后哈，就让洪全福来担任所谓的南粤新汉大将军，就复兴汉族，然后由梁木光来担任总司令。那谁来担任未来如果一旦成功革命政权的领袖呢？他们当时想到了一个完全没有参加过这场运动的人，叫荣闳。各位还记得荣闳吗？清末第一刘美生，耶鲁的校友。荣闳在他的回忆录自己讲，他完全没有参加这一场活动，他的名字怎么会被这些革命党人用来利用啊？他也搞不清楚。我认为就是利用他的知名度还有声望。我们也必须讲，荣闳作为第1代留学代办，已经是名满大清。是的，但是这一场起义失败之后，荣闳从此就被满清政府通缉啊，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后，他才能够重新再回到国内啊。他们的计划就是由香港这边他们来指挥规划战略。
去购买军火，然后秘密偷渡到广州市市内，然后藏在万寿宫里面哈。他们预计是准备在1903年1月28号这一天是旧历年的除夕啊，趁着鞭炮响起的时候，他们就发动攻击，准备要攻入军火库跟火药库，抢夺到足够的弹药之后，就攻入两广总督府啊。然后同一个时间，在广州周围啊，东江跟北江流域所有的三合会会众也要趁机发起啊，他们希望是能在几天之内席卷整个珠江流域哈，然后建立革命政府，并且打通与香港的水路。其实各位，这个计划其实我们听起来就很耳熟嘛，跟当年孙中山第一次广州起义的计划差不多嘛哈，是不是？不过也就在准备要发动的1月28号的前3天，根据我们今天看到国民党出版的资料，大概就是1月25号的傍晚左右。不知道是为什么哈，这个消息竟然被港英当局所得知哈。港英当局得知到之后，就立刻开始逮捕这一些试图在香港买军火要走私到广州去的这些人。很快，他在香港中环德己利街的总部就被警察给抄掉了。对，谢转泰、洪全福、李继堂等人一开始的时候是相继逃走了，但是后来也有一些人被逮捕了哈。但是最让当时革命党受伤的是什么呢？港英当局据说他们在抄掉在德己利街的总部的时候，也得到了一些名单啊，另外还有一些计划等等，他就把这些资料随即就交给了广州的满清政府当局啊。满清政府当局得到消息之后也相当震惊啊，一开始以为孙文亡命海外了，应该广东这边不会再出事，没想到这些人搞了几个公庙，又开始出来搞这个事情啊。不过当时的两广总督德寿就立刻开始指挥军警调查这件事啊。紧接着杨木光啊、陈学林啊等等这些会党党人就被相继逮捕啊。万寿宫的前进指挥部也被抄掉，据说在万寿宫的地下室里面发现大量的火药跟枪械啊，把德寿都吓了一大跳，说这好险事先抄掉，不然就麻烦。不过到了1月28号当天我们在周围像东江、北江这些会党人士，因为不知道广州已经出事，他们还是照原本预定的时间就发动了起义，不过相继被满清政府的军警所扑灭啊。根据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料啦哈，领导这场起义的人大部分要不就逃走了，要不就是好像英国当局在香港也没什么追究，像洪全福就逃到南洋去了，谢转泰后来好像不断在香港活动，英国政府也没拿他怎么样啊。但是留在广东的会党就比较惨了，大部分都被逮捕啊，那有一些就被杀害了啊。这场起义就在月底就完全失败了啊，你也可以说是一场流产的起义啦，我们可以这样讲。虽然这场起义失败，还是有几个点值得我们注意啦哈。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有几个点？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他们都有会党的倾向啊。对，所以你看国号就知道大明顺天嘛，又有太平天国的成分在里面。另外还有一点啊，各位请注意哦，他们这些人不论你从狭义或广义的标准来看，他们都是基督，像谢转泰跟李继堂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啊。另外洪全福我们知道太平天国当年也是用基督教的理论来作为他的革命广义基督徒啦。对的，据说洪全福后来也变成正规的基督教教徒。简单讲哈，这场起义就奇特之处就在于它既有旧的成分，又有兴中会的革命主张，可以说各种成分混合在一起。不过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尽管孙中山已经不在国内，但是革命的火焰依旧没有熄灭啊。其实就规模来讲，应该是不小啊，因为谢转泰有钱，但李继堂更有钱了。为什么？因为李继堂的父亲啊，就是呢19世纪啊，号称香港华人首富李绅啊，他是李绅的第3个儿子啊。那为什么李继堂他就变成会党的呢？哈，大家也知道，纨绔子弟啊，不爱念书啊，好任侠啊，到处搞事啊，但是因为当时他爸罩着他，所以他常常就把家资给拿出来捐赠啊，所以李继堂跟会党非常的紧密啊。但大家也可以了解到，这是三股势力的河流，倒不是说这三股势力啊非常的分散，没有。恰恰相反哦，当时所发起的基本上就是会党作为整个骨干啊。太平天国残党很多也变成会党啊，这些本来就游手好闲啊。那谢转泰比较特别，你说他是读书人嘛，他是读过点书，但是他对读书显然兴趣并不大哈。他喜欢搞那些机械的东西。对哈，他香港黄仁书院读一读，读到肄业啊，他也没有把它读完。但整体来讲，谢转泰他动手能力很强啦，荐举里级的一个人啊，你可以看他。所以就刚才学长讲了，有旧也有新，没有错。旧的在哪里？他是会党做骨干，还有呢就是各方的势力掺杂在一起哦，又有澳洲华侨，谢转泰所代表是兴中会的骨干，然后呢，洪全福代表是太平天国的残党，所以呢，全部和在一起。学者认为这是反清复明的最后一役啊，可以这么说。此后再号召是以复明哦，没有反清
则是奠下了持续对整个的思想的基础哦。那这里还有几个点可以看啊，除了革命之火未断之外呢，压制革命的力量也逐渐的变成了当时的国际共识。港英政府对于革命党的取缔是越来越严格，不过基于一些原因啊，他们并不愿意把革命彻底的扑灭嘛。讲白了就是对清朝有一些杠杆可以操作了，让你清朝太安整，你肯定不会吐利益出来嘛。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英国啊，虽然在名义上它一定是会比较亲近这些基督徒啊、新式知识分子啊，但是整体来讲，英国在整个中国的利益实在是太庞大了啊。如果就瓜分危机的时候，大家看到说英国占的是最广的，长江以南啊，除了广西之外呢，基本上全部都是它的，就具有大利益，连珠江三角洲都它的，你就知道。详细大家可以回去翻我们瓜分危机的时候那一讲，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可以从这样来说了哈，代表一件事情，革命它已经变成一个有机体了，它不需要孙中山像牵头小羊一样牵在前面，它已经开始有自发性的，想干的人就自己想办法去投入。他们跟孙中山有没有联络呢？目前来看，可能没有办法太多直接的联系啊，因为当时孙中山被查缉得很紧嘛。孙中山那时候是最低潮的时候，在日本，他也从头做起。对，这看得到。所以大概整体的状况是这样。那这些人后来去了哪里？我跟大家说，这几位大明顺天狗革命领袖呢，后来呢，基本上都跟孙中山都还是保持密切联系，也在革命的各个方面也都持续的有所发挥哦。比如说李济棠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还真的是捐助家资，捐到自己穷愁潦倒啊。因为他爸爸过世之后就没人罩他了嘛，那他就是做生意没什么兴趣啊，对捐钱搞革命很有兴趣啊。那岂有不倒之家是这个样子。所以革命是相当有影响力，它也是让整个中国革命的种子没有断啊，也让后来同盟会再次发起新一波的冲击的时候，具有广泛的一个革命支持的力量基础，立刻接上去没有问题。尤其是会党嘛，我们之前在讨论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啊。除了这一场起义之外呢，还有另外一场啊非常重要的起义，也跟孙中山没有直接的关系哦。1907年的丁未安庆起义啊，丁未安庆起义是非常壮烈的啊，背后发动的组织呢是光复会啊，没错，不听同盟会指挥，大家还记得吗？同盟会组成的时候，光复会啊就很有自己的想法啊。这个时候，因为已经到1907年了，那上一次我们在讲同盟会接连发动了好多次的边关革命嘛，以法属印度支那，就是现在越南作为核心，但是呢屡次失败，耗资甚多啊，所以光复会就很多质疑啊。那既然你干不成，我来干。而且到了1907年这个时间节点呢，基本上原本光复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做政治宣传嘛。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已经渐渐无法对抗革命的机关报《民报》了，所以他们就有更多的精力啊，把它挪出来投入在他们所想要锁定的目标上啊。而且呢，时机也渐渐成熟了。像什么样的时机成熟啊，让丁未安庆起义，我可以说啊，4个字啊，可歌可泣。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好的，丁未安庆之役哈，其实这场起义有许多划时代的意义在，就让整个革命的方向开始发生一些转折跟改变哈。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安庆之役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后所发动的一场武装起义，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孙中山率领当时他的会众，主要是在两广地区作为革命重点，这就是后来宋教仁所称的叫边陲革命，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安庆之役却不一样，安庆之役是发生在安徽省一个很重要的河港，就是安庆这个城市。安庆也是有洋人的租界的，也是当年北京条约开放的口岸之一，只是洋人的势力没有那么大哈。那领导人是谁呢？领导人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叫做徐锡麟。但是徐锡麟在这安庆之役之前，他却是一个跟当时满清政府的官员有密切合作，而且受到拔擢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徐锡麟基本上他是浙江绍兴山阴东浦镇的一个标准士绅家庭的一个小孩啊。他的父亲叫徐凤鸣，也曾经在县里面当过官员。根据我们今天看到记载说，他喜欢读书，通晓大义啊，刻苦自立啊，而且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学成才，除了小时候上过私塾之外啊，他在20岁那一年考上了秀才。但是其实他对传统的这些四书五经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据说他喜欢做地球仪、算数学，他还到上海跟杭州买了很多书自修数学哈。据说他的代数啊、三角函数等等都非常好啊。他大概在1903年左右，他到了日本，开始在大阪，后来又到东京。他认识到几个重要的人，一个就是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章太炎。这2个人对他颇有启蒙的作用。有记载是1904年的春天，他就加入了光复会。
他学成归国之后啊，在1905年的时候创办了一所叫大通学堂。据说这所大通学堂就是模仿日本的速成学校啦，里面也曾经请过日本老师来教书。大通学堂一开始的时候号称它的目的是有点像是赴日留学的一个先修班，但它里面教导的科目除了数学、格致学、西洋史地等等之外，它还非常重视体操啦、军事训练啦、扎营啦、野外求生啊等等。他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学堂里面能够培养一些他个人的势力啊，另外也是做一点洗脑的工作嘛，因为这些浙江地区的小孩有的将来就到日本读书。办大通学堂的时候认识了另外一位很重要的女同志，就是我们讲的剑湖女侠秋瑾女士哈，两个人这个一见如故，也就变成好朋友。徐熙林在1905年办大通学堂，据说还办得有声有色，也就差不多他在办大通学堂的时候，他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就是当时在担任江苏按察使的满清重要的官员，叫做恩铭。各位，恩铭不是一个普通的满族的权贵子弟而已，各位，他就是庆亲王奕匡的女婿哦，算起来算是皇亲哦，或者说国戚也可以啦哈。我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恩铭。恩铭他是满洲人库里氏啊，襄白旗人。恩铭在当时在满洲整个统治集团里面，他是一个标准的开明派，而且他在担任江苏按察使跟江苏布政使，布政使相当于副省长，颇有建树，而且跟江苏地方的士绅像张謇啦，以及另外一位跟他交情相当好的谁呢？严复啊等人都有来往，什么汤潜寿啊，这些都是他的好朋友啊，彼此之间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恩铭也多次在当时国内的媒体上面发表论述，他完全支持立宪，而且他认为应该破除满汉整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也会用汉人，而且他说到做到。这时候他非常欣赏一个人，谁呢？就是徐熙林。据说他们就是在1906年的时候在江苏认识的哈。认识之后，当时恩铭非常欣赏这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当时他就透露给徐熙林说，他在不久之后可能就要署理安徽巡抚。对，什么是署理安徽巡抚？就相对我们讲的战缺嘛，准备要升任。中国历朝都这样，先战缺，经过1到2年的考核没有问题，然后你就正任。对，没错。恩铭到了安徽之后啊，他就立刻拔擢了徐熙林。恩铭到了安徽，办了很多的学校，包括所谓的安徽讲武堂，就是军校。我们知道满清这时候正在办新军嘛，各省都需要新军。安徽陆军测绘学校、测量绘画、安庆绿营警察学堂等等，他将安庆讲武堂跟安庆的警察学堂的总监的位置交给了徐熙林，而且徐熙林自告奋勇，他要担任这样的位置。恩铭也立刻把这个位置交给他。各位，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所谓的总监就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相当于校长。对，等于是这2所军警学校的校长就交给徐熙林这汉人办。在1906年的时候，有记载还是恩铭出钱给徐熙林捐了一个道员的官。我们知道满清到了中后期之后是捐钱可以买官的哈，因为政府财政太糟了。对，就等于给徐熙林买了一个功名，甚至还有记载没有经过证实，但是可以参考啦。徐熙林这个时候还认恩铭为义父。各位讲到这些，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满汉合作的一个成功典范，对不对啊？似乎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对不对？但各位，这个结局后来是相当惨烈的哈。对，徐熙林很清楚啊，他在日本的时候受到陶成章跟章太炎的启发。各位记不记得光复会的基本意识形态非常简单，4个字叫夷夏之防，对不对啊？简单说，我们跟满洲人是不共戴天的，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余地啊，除非满人把汉地18省全部还给汉人，退到关外去，否则没什么好说的啊。徐熙林这时候，据他后来他自己讲，他就是为了抓住军权，然后伺机刺杀恩铭，进而发动起义，控制安徽这一带哈。各位，这完全符合了光复会另外一个重要主张，4个字叫中区革命。光复会认为孙中山两广一带搞革命没有什么意义啦，就算你成功拿下1、2个小城，意义也不大，因为你没有办法撼动全国的局势嘛。光复会的人大部分都是江苏、浙江人，他们对长江流域这一带的人员地缘都比较熟啊，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在这里发动革命。我告诉各位，革命党的第一次重要的长江流域起义，就是从1907年的安庆起义开始算起。掌握军权的徐熙林很快也就把学校据说办得有声有色啊。当时徐熙林就纠集了他的党羽陈平伯、马宗翰等人，预计要在1907年的夏天，也就是在7月8号的时候，
要发动武装起义，因为7月8号那一天刚好是安徽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据说恩铭会率领安徽省府所有重要的大员前来观礼。那徐锡麟要代表学校在大操场上集合，向安徽巡抚做一个报告。他就想趁这个机会，在恩铭的面前就把恩铭给杀掉。简单讲，就是把省政府的人一网打尽啊。当时除了恩铭之外，还包括布政使冯许、按察使连玉等人，几乎所有安徽省的大头都到了啦。就在7月8号这一天的上午，恩铭等人就定位之后，徐锡麟先开始把部队带出来校阅。各位请注意哦，是整个当时警校的学生都到了，100多个毕业生，这是陈建制集合哦。各位到达之后，徐锡麟据说当场掏出手枪，就在距离恩铭很近的连开数枪，就把恩铭当场就击毙在他的座位上。他这一开枪哦，现场就一阵混乱。据说他也朝冯许这些人开枪，但是没有打中。其他的几个官员就慌乱而逃哦，整个状况就大乱了。徐锡麟当众就立刻宣布起义，而且率领100多名学生哦，进占安庆军械所，就是火药库啦，抢夺枪械啊。不过这一次这些官员倒是没有慌乱，冯许跟连玉等人惊魂未定啊，逃走之后回到了安徽的巡抚衙门之后啊，立刻就通知驻守在安庆各地的满清的军警集结起来，据说集结了1000多人啊，携带各种的武器，就开始向军械所跟学校发动进攻。各位，战场就在安庆市市区，这是一场标准的兵变，请注意哦，各位，兵变从这一役之后就成为革命的常态啊。而且就是由满清政府的军警自己发动啊。据说就在军械所跟学校里面发生激烈的战斗，这个战斗非常惨烈啊。根据我们今天看到满清政府的报告啊，后来冯许这些人跟满清政府上的报告，连野战炮、马克沁机枪都拖出来了啊。这个炸得非常惨烈。最后的结果，100余名学生大概有60-70人被击毙，一直打到弹尽粮绝为止。清军大概也伤亡100余人，阵亡上百，最后被清军包围，总共战斗了4个多小时啊。陈平伯阵亡啊，马宗翰跟徐锡麟当天晚上被逮捕。被逮捕之后就很精彩了，各位，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啊。当时就有留下来最高长官布政使冯许还负责审判徐锡麟。据说徐锡麟在被审判的时候可以说是慷慨激昂啊，他事先就准备了一篇光复军告示。各位，光复军就是光复会的军队的意思，来作为他这一次整个起义他的初衷，跟他到底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我这边来帮大家讲一下徐锡麟的光复军告示写的是什么哈？为小裕大众哦，义灭满夷哦。直接就告诉你，我就是要消灭满夷，除暴安良民事哦，唯我大汉民族立国千年，文明首出，围古救邦，乃至满夷入关哦，中原涂炭，衣冠扫地，文献无疑。哇，非常强烈的汉族的民族意识，夷夏之防，我认为已经是超越了夷夏之防，更是一种有一点跟近代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毕竟徐锡麟去过日本嘛，日本在他去的时候，正是民族意识极度高涨的时候。大家还记得1905年日本人打败了俄罗斯帝国之后，日本对自己大和民族的自信呢是爆棚的上升啊，所以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启发。其实当时很多的东亚的各个民族啊，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震动啊，所以整个的民族意识的上升，你看这一篇非常强烈。那这下就是没有任何和缓的余地哦。你看哦，他最后写到说啊，与我汉族诸父兄子弟共诛之啊，非杀你不可啊，没什么好讲的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的表态，把满汉彻底割裂了，可以这样讲。那它就是铁杆光复会，光复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很标准的，非常标准。所以光复会为什么想自己干？因为呢，他们察觉到孙中山你不够反满。对。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口供文的部分哦。后来他被逮捕之后，他有亲笔写下口供文哦，太精彩了，非常的长。这一篇比他的告示更精彩哦。他说：“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我就是来这样干的。捐道员这些，哎，这些都是其次，就是来做卧底啊，准备来干掉你们。做官本是假的，使人无可防备。满人虐我汉族啊，将近300年也。你看这个恨是有多深，写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仇恨，咬牙切齿的文章啊！哈，他这里还酸一下，他说满人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哈。为什么呢？观其表面立宪，不过欲牢笼天下人心，使主中央集权，可以膨胀其专制力量。既然满人立宪做不到的，但是汉人革命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你看他一心排满杀满啊。再来呢，我续至排满已10余年，所以从他年轻的时候，他这个排满之志就非常强烈啊。对，不要忘了他这时候年纪并不大，30出头而已。是的哈，所以他从20岁就已经开始在排满啊。今日始达目的啊，本以刺杀恩民之
后，再杀端方、铁梁、梁壁，为汉人复仇。那这几个都是后来在满清晚年的时候，各个说满族的干将核心人物了。这些人的活动力都很强啊。当然各自的主张不完全一样啊，在他看来，通通都该杀。管你是合作派还是反对派，通杀。而且其实这个时候，整个满族权贵青壮派他们是比较接近时代的哦，他们是愿意跟汉族来合作搞立宪的哦。但你看哦，从徐锡麟的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说，他认为这些立宪都是假的啊，我不杀你，让你立宪，然后不就求饶我自己嘛？另外，他不会杀恩明啊，恩明也是开明派啊。是啊，对，徐老说关键了，他说尔等言恩明是好官，待我甚厚，诚然，这个是实话没错。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啊，即不问满人做官好坏，我既然是要排满啊，那谁管你做的好或坏？至于恩抚厚我，故属我个人私恩。但我杀恩明呢，乃是排满公理啊，所以呢，施恩在公理面前，他怎么可以比得上呢？所以啊，我从此可表正义于天下，使我最得意之事啊。所以他以杀恩明为他最得意的事情。那最后呢，他讲了一个事情啊，说至于众学生啊，程度太低，无一人可用，均不知情，所以你们杀我就好了，我学生别杀，他们真的不懂事。你可以把我心剖了，两足剁了，全身砍碎，不要冤杀学生，是我威逼利诱他们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徐锡麟他意志之坚定啊，必死的决心啊，可以这样，真的不成功便成仁。真的啊，这里补充几个给大家哈，他这样子一做呢，哈，其实整个大清的效应非常大，非常的巨大哈。尤其是什么呢？为什么是安庆哦？这边也给大家讲一下，因为在满清的末年哦，安庆是安徽的省府，今天安徽的省府已经迁到合肥了嘛，对，所以安庆当时它在长江沿岸上面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啊，等于说呢，控制了长江的中下游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啊，跟另外一个重要据点就是南京嘛，但是南京可能有重兵布防，再加上它整个的排布了哈，所以这个里面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啊。那另外呢，除了徐锡麟这个事情之外呢，还牵扯到另外一个人呢，谁呢？是秋瑾。秋瑾也被牵扯进来，因为当时有一个士绅啊，就做口供啊，把秋瑾给供了出来。那其实根据后来的确认哦，秋瑾应该没有直接帮助徐锡麟啊。对，因为离得太远，秋瑾人在浙江嘛，是这个事情，秋瑾即使他知情，他也不可能直接参与。对，而且我们目前看得到的资料来讲的话，基本上他可能并不知情，因为在革命发动的同时，秋瑾并没有什么行动在浙江这边。不过这也象征一件事，就长江流域已经开始有革命势力渗入，而且势力越来越大啊，不论是在安徽还是在浙江一带都有。另外就是恩明被打死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各位还记得吗？孙中山前几次最多就是打死一个县长，就已经不得了。各位这一次就击杀一个皇亲，而且还是方面大员哦。各位你也想想看，奕匡不久之后就担任内阁总理嘛，对不对？各位，如果恩明不死，以恩明当时的声望以及他跟奕匡的关系，那恩明很可能会入阁。他跟端方当时是开明派满洲人的两个重要的代表，对，可以说是青壮派的领袖级人物啊。对，没错，等于说跟当时在朝中的载沣做一些呼应啊。对，恩明被杀这件事情啊，当时在舆论也引起很大的讨论，像张謇等人也都在国内的报纸上面发表文章啊，严厉谴责徐锡麟等人为暴徒哈，而且梁启超在日本也公开撰文，认为说徐锡麟这样一杀下去，造成了满汉之间难以协调的仇恨。各位，恩明是不断的展现出自己没有满汉的政见，所以他才提拔了一个汉族的青年知识分子来担任很重要的职务，而且注意哦，把兵权交给他哦。有没有想到这个人最后是利用这一场兵变，就把他的老板恩明杀掉哈？这件事情也等于是告诉了当时的满洲人一件事：就算你愿意跟汉人分享权，就算你真的实行立宪，汉人一样有可能会对满洲进行报复。各位，恩明被杀这件事情，最后就造成了满洲贵族内部保守派也好，或者说反动派也好的崛起啊。满族当中的保守派的力量，其实本来在载沣刚继任的时候就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嘛，其实是受到很大的压制。结果恩明在1907年被杀之后，就让过去被压制下来的一些反动势力，像铁梁、梁壁，另外就是恭亲王奕欣的孙子蒲伟，就让这一些所谓的满洲保守反动的满洲权威又开始结合成一股非常大的力量，反对载沣跟汉人合作，推动立宪改革。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当时载沣受到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可观的。另外，我们也可以了解1907年、08年之后，随着革命运动越发激烈，这也是使得立宪派的行动也越发激烈，对不对？各位还记得吗？前面讲过国会请愿是不是这样啊？因为对当时就近在咫尺江苏的士绅，像汤显寿、像张謇这些人，在他眼皮子底下看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
不能够赶快敦促满清政府进行立宪，推动必要的政治改革。那革命党一旦成功，就是杀红的眼乱杀，可以这样讲，整个国家必然大乱。当然这是立宪派的观点啊。那梁启超在日本也觉得继续跟革命党在这边嘴炮没有用啦，就在1907年干脆把新民丛报关掉，赶快尽全力推动国内实质的立宪运动。所以各位这种急切的心态就越来越严重。但是反观革命党却非常的振奋，尤其是光复会。光复会等于是证明了2件事：第一个，你孙文的革命路线有问题，对不对？你在广东那边搞那些小东西没有用，我们在长江流域搞大的，要搞就搞大的。对，一次就干掉一个巡抚。更重要一点是，各位，满清的军队这是有史以来，尤其新军运动之后，第一次整个学校在学校的领袖率领之下呈建制叛变啊！各位，从此之后，革命的整个核心的力量就发生很大的转移。在这之前都是以会党为主嘛，但是从此之后，长江流域的新军就取代了会党啊，成为革命很重要的要角。各位，这个影响很大。我们知道新军跟会党不一样，新军是有纪律、有训练，真正的军人。战力很强，对，他们一旦在这种重要的大城市啊，尤其水陆交通据点，如果发动了革命武装起义，制造的效果就会比过去会党在边陲地区制造的效果要大非常多。我们后面会看到，后面几次重要的起义基本上就是以新军为主角，而起点就是安庆起义。是，我想这边有几个点再做一个补充哦。为什么在长江流域新军变成整个渗透的重点哦？这里也牵涉到整个清廷新军建设36镇，它是从北京直隶为核心开始往各地去推哦。那在北方呢，当时在建设新军的要角是谁呢？当然就是袁世凯。袁世凯练兵是出了名的严格啊，而且袁世凯练兵还有一个特点，他对于这些军人的军训教育、思想教育也是很严格，所以服从性很高。这些后来就变成所谓北洋的骨干嘛，所以战力很强。那也造成日后革命的时候，为什么要南北开打、南北议和？南方啃不动北方，关键就在这里。可是南方推动新军的，它主要呢是继承自张之洞、刘坤以来这种遗绪，各自推动，很分散，各省督府自己去搞。北方不一样，北方就是以李鸿章作为一个核心哦，李鸿章、袁世凯还有荣禄，他们是有一个比较强的脉络在哦，所以他们整个的战力的编阵也比较快哦。那南方上长江流域编的速度也比两广再更快，可是刚好遇到革命大潮嘛，所以送去日本，通通都被革命党给思想改造嘛，哦，洗脑成功，对，洗脑成功。那西南地区大家还记得蔡锷吗？我们上次也提到，到处开花，所以新军的成建制叛变里面，以前很多人在读革命史没有搞清楚一个点，就是为什么新军的叛变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对，到了北方是越来越弱。很简单，因为它这个新军的练成跟时间有它的差异，组成结构也不一样。就是南方真的是被革命党渗透成筛子一样。以后讲武昌革命就知道，第一枪打下去是打死自己人的，革命党打革命党。像这样的荒谬的事情啊，就另外就是丁未起义这件事情哦，在这之后的几年，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立宪运动变得很急切，另外就是各省就从庚子新政之后推动新式教育、新式学堂以及女子学堂等等，这些就开始趋缓，因为保守力量开始起来了，他们认为你办这些新学校的结果，就培养了一群反清的知识分子哈，就变得非常讽刺，对不对？后来安徽的所有新式学校都停办3年，其他各省也都有类似的情况啊。尤其是秋瑾的事情啊，也让当时许多人认为到底要不要办女学。当时中国社会很多人是反对办女学，女人3从4德就好了。各省的女学大部分也都受到阻碍，但只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坚持办新式教育，而且女学照样办。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坚持继续办新式教育，他还扩编他的北洋工学院，另外他在北京也办了女子师范学院，这些等等都是代表了一件事，就是在立宪派慌乱、革命党嚣张的时候，袁世凯所领导的北洋派逐渐在政治上取得了声望，以及逐渐成为当时国内对改革还抱有希望的人所寄望的一个对象。北洋派越来越重要哦，各位，未来袁世凯的政治后事可期啦，可以这样讲。话说回来，最后我们检整一下关于丁未起义的整个部分啊。首先呢，再说一次，新军陈建制叛变开了一个头，击杀清廷高阶官员，这些到督府啊，地方一级大员，没有更高啦，再更高就到中央去了。再来呢，皇亲国戚被杀。
杀，奕匡的女婿都能被杀，传统知识分子的叛变，别忘了徐熙娣他是传统知识分子啊，他拿过功名的，他是秀才，跟孙中山这种离经叛道，从小读洋书的，跟谢转泰也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哈。所以这有个特色哦，尤其是两浙人士，历来是被认为是文化程度最高的地方，科举最厉害嘛，就在这里。对，到今天中国大陆考高考最卷的地方在哪里？江苏、浙江。对，大家都知道嘛。再来呢，长江流域首次的重大革命，那其实也鼓舞了另外一个同盟会的成员哦，谁呢？宋教仁，他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哦。再来，公办新式学堂的暂缓，这个各地冲击不一啦，但安徽受到冲击很大。所以安徽后来啊，新式停办之后呢，安徽到民国时期变得很落后的一个省份啊。对，这个很严重的后果啊。所以安徽到今天在中国所谓的汉地18省里面，也算是比较存在感没那么强的吧。可是大家别忘，明代的到清代，徽商可是叱咤风云啊。是啊，没错，桐城派啊，就是安徽人啊，文汇贯穿之地啊。安徽还是明朝朱家的老巢，就不要忘了。再来呢，关于女学大部分呢都停办的状况啊，但也塑造了袁世凯极高的声望了哈。我想这大概是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近期的影响啊。那总体来说呢，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结果，满汉分裂变得越来越严重。对，没错，仇恨。革命派的路线之争更加剧烈。一方面是失败的孙中山、黄兴，另外一边呢是成功的章太炎、徐锡麟。当然还是失败了，但是他们认为他们有在往前。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影响是什么？立宪派的激进化。大家还记得我们讲立宪运动的时候，总有一个点摸不透，就立宪派到底在急什么？已经急到这样还不够吗？一年就要搞一个，那怎么受得了？但是立宪派能不急吗？若不立宪，提头来见啊！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对，随时要被暗杀的啊！我跟大家讲啊，那时候出卖秋瑾的那一位士绅，后来就被革命党干掉了。陶成章派人把他干掉了。是啊，那最后呢，满族的保守势力兴起，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组织，之后也会登场啊，叫棕色党。这个时候已经绿箭雏形了。棕色党到日后影响非常的深远，为什么呢？让这些满族非常的痛恨汉族，甚至到了不惜跟帝国主义结合啊。那这是什么？就是后来的满洲国啊。满洲国就是这些人弄的。是，所以其实你要说这场起义，就徐锡麟本身确实可歌可泣，但是他也有极负面的影响。那对于恩民来讲，我觉得是令人惋惜跟叹息啊。那对于整个中国来讲，它既有推进的作用，但也种下了很多祸根啊。对中国的很大。对，对中国的伤害也是非常剧烈的哦。好，我想关于这两大非同盟会的起义啊，或者说非孙中山的起义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这确实你看这个图谱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拼上去。当时中国太大太复杂以至于我们最近在讲这像拼拼图一样，希望给大家更多的一些想法。这样想，徐锡麟大概你过去不太认识他那你现在应该对他印象深刻。我认为他是一个不下于写与妻诀别书林觉民的气节的人存在不过也必须说，这种极度强烈不顾一切的民族主义到底对国家是有益还是有害，这一点我觉得历史任人说了，但是要看它的结果。后面也许我们还会再谈到好，那今天关于这些故事我们就聊到这里。最后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那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30万订阅募集中了，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帮我们订阅起来，好不好？加把劲让我们有更多的粮草，加入会员，而且重点现在会员呢有很多会员专属的完整版、花絮版可以看，有更多藏在我们讨论后面的这些知识等等你去挖掘欢迎大家可以线下超级留言、超级感谢，告诉你的意见，还有绿界 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更多粮草做更多的事情。我们期待下一期再相见。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学长。好，谢谢学弟，谢谢大家。好，那下一期相见喽，拜拜。拜拜。